白玉兰让我谢谢你，送她的丝巾。白玉兰也让我谢谢你，在关键时刻带人去市政府，帮忙解围。你真的是白玉兰，你真的是白玉兰。你现在知道我是白玉兰了，但你也应该知道，白玉兰是做什么的吧？当然，杀掉汉奸，为民除害。那如果他要杀的人里面有你的亲人呢？我的亲人？你要杀我二叔？他是一个汉奸，但他是我二叔。星宇，我不想骗你，他就是一个汉奸。今天来我家的不是白玉兰，只是唱戏的夫子白。以后我再也不提白玉兰了，好吗？对不起，星宇，我不能答应你。你二叔一直在为日本人做事，但是他活不了多久了，因为我终究会去杀了他。夫子白，你知道吗？从前我多么希望你是白玉兰，可是现在我再也不要见到你，再也不要，再也不要。为什么是你？为什么你是白玉兰？星宇，对不起。长官来了，找排长吧？对啊，找他有点事儿。怎么是你们在擦车啊？我那个看车脏了，我就给擦擦。你别告诉排长。为什么？你偷开他车了？没有。你别跟排长说。长官好。今儿怎么了？怎么都那么客气啊？我们排长啊，真是深藏不露，那枪法太准了。老鼠丸把昨天晚饭都输没了。是啊。你小子怎么胡说呢？明明是排长，好吃的都输没了，我看是赢没了吧。不过啊，你还是多输几次啊，好赶上我们伙食。哎，赶上伙食好啊！哎，长官，我带你找排长去。行。啊，进来！排长，朱特委员来了。长官，你们俩聊啊，走。一天都在忙仓库的事儿，还没来得及收拾。请坐。我给你倒点水。不用了，我来找你是来说正事的。昨天3友实业社门口死了一个日本僧人，今天杀手也死了。
尸体就摆在实业社对面的日本工厂门口，上面还放了一个白玉兰的标志。白玉兰，郝巧君，陈大小姐，安排的怎么样？如你所说，我已经派尊武去通知日侨，准备一下离开上海。其他地方的日侨也已经到上海了吗？他们都在路上。今天的上海将会是一片混乱。日本人太放肆了，这肯定是个阴谋。现在陈峰已经得到了通知，要加强巡逻，加强治安，但是日本人现在逼得很紧。我得去帮帮他。你要想清楚，千万别冲动。都什么时候了，顾不上那么多。走。少仔，我出去了，你们全体在这儿待命。委員会の大沢主席が東京に展望をくれました。すぐ軍隊がくれます。安全利益を守れくれる。日本のボイコットに反対。日本のボイコットに反対。陸配軍を増派せよ。日本海軍を増派せよ。怎么了这是？爸，叔叔他是汉奸吗？应该不是吧？那如果是呢？如果真是，那自然会有人处置他。处置他的人是白玉兰吗？白玉兰就是父子白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是他亲口告诉我的。他说，他终究会杀了叔叔。但愿事情没有想的那么坏。报告！报告！请。团长，公共场所发生日本集会，那不是巡捕房的事吗？巡捕房打来电话请求增援，那里的人越来越多了。这帮孙子，现在知道来求救。去集合队伍。是。你们怎么来了？现在情况怎么样？整个上海已经乱成一锅粥了，那边日侨已经开始游行，真让人头疼啊！我们跟你一起去啊。你们去？你们俩是19路军的人，这会儿出现，恐怕会引起没必要的骚乱。我们19路军就是为了保护这个城市而来的。走，出发！
带过去。是。不给闹事！站住！别动！别动！走！因为人家金融行用钱打起来了，全是血，全是血！爸爸，我们中国学生友情从来没有这样过。闺女别怕，有爸爸在，爸在这儿呢。闺女，闺女，闺女，别怕，别怕啊！闺女，现在外面乱，咱们以后啊就少出去啊，不怕。走，不怕。是，请委座放心，我一定会把事情办好。再拖一拖吧，看看南京方面有什么反馈。可是师长，我看这件事情呢，首先还是喂，吴兄啊，我刚刚跟委座通了电话。委座虽然人在西口，但对上海发生的事情却是了如指掌啊。那他的意思呢？委座呀，也非常生气。但是他现在不在南京，所以啊，对日前日僧事件，日本人提出的无理要求，先不理睬。但是今天日侨暴动，还希望吴兄出面积极的交涉呀。如果日军有不轨行为，我们可以武装自卫。好，好，好，委座正是心若明镜啊。吴兄啊，但我个人认为，还是尽量的避免和日本人产生冲突啊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陈秘书长，稀客稀客啊！高桥先生，我们就不用客套了吧？我仅代表上海市政府，对于今天发生的打砸事件，向你提出严重的抗议。好，陈秘书长，这件事情您严重了，我们只是例行集会而已。日侨远在异国他乡，年关将至，难免会有思乡之情嘛。我们对于最近日方发生的摩擦事件，也是一直采取忍让的态度，就是为了让日侨在上海生活的安心。但是今天发生的这件事，让整个上海人心惶惶。您是否可以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件？我们与上海政府一向亲善，而且今天的游行也完全是合情合法的。不，必须要严惩凶手，并保证一切交涉。好吧，陈秘书长，在今天的游行当中，的确有侨民的行为有不当之处，我们也表示遗憾。我们会加强对侨民的教育，同时也会进一步加强这里的治安。那就告辞了，请。你自从到了真主以后，
话比以前少多了。我学着把东西都放在心里。你有什么想说的，现在可以说呀。你想听吗？那要看你说什么。我现在还不太想说。那等你想说的时候，我不一定想听了。是吗？那就看缘分了。哼。废物！船长小姐，谁没有想到他们会动起手来？我说的是你。刚才的谈话我都已经听见了，高桥君，你应该给中国人一点颜色看看。我已经让他们加强审判了，可今天中国人的态度也很强硬。中国人什么时候强硬过？不是怕出什么事情。今天大脚海象已经在内阁会议上对整件事情做了汇报，东京方面已经决定立刻采取合适手段。高桥君，你怕什么？姐，太可怕了！日本人他们是故意制造事端的。对啊，但今天闹事的日本人已经被抓了。姐，那我们游行的同学会不会也会被抓呀？所以说，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别没事的那么冲动。来，趁热吃啊！哎呀，水铺蛋，这好饿哦！哎，爸，你今天大半夜怎么想着做水铺蛋呀？真是好久没吃了，爸你都不知道，我在南京的时候多想吃你做的水铺蛋。沪平的呢不能太甜，沪联的都要放3条羹的汤，沪平的得嫩一点，沪联的就不能太嫩了，吃嫩的滴的裙子上到处都是，所以要做的老一点。你都记得？当然记得，等到你们出嫁的时候，我都把它们写下来，放在嫁妆里。擦身上，3条羹汤都堵不住你的嘴是吧？爸，坐呀。啊，没事，你们吃。怎么了？没事。对啊，爸，你有事就跟我们说呀，你这让我们怎么吃啊？是有个事儿，趁现在护国和素英还没来，我想征求一下你们2个意见。征求我们的意见？您说。你们现在都长大了，护国也分家出去了。虽说闺女很贴心，将来总会要嫁人的是吧？这屋里将来就剩下我一个。你说我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，也就是看看报纸、听听广播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啊。秀姨将来她也是一个人，也是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。爸爸，不一样的，人家秀姨和子白哥又没有分家。将来以后，子白哥娶了老婆，生了孩子，人家那是儿孙满堂，其乐融融。行了，我将来我在天津里，我喊半天，没有一个人会来答应我啊！你们也不要回来看我啊！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你们跟别人儿孙满堂好了。有爸，我连跟你开玩笑呢，怎么真急了呢？爸。知道，我一出生呢，妈妈就去世了，一直都是秀姨在照顾我，在整个弄堂里，只有她对我最好了。当然了，她对爸爸也是最好的。您一个人，秀姨也是一个人，以后要是变成2个人，挺好的。你跟我说说话，我跟你做做饭，以后要是我们不在身边，你放心了。就是呀，以后呢，
我就管子白哥就叫哥，看以后谁敢欺负我。你们真的不反对我把秀姨娶进门啊？反对什么呀？我举双手赞成。不，我双手双脚赞成。好，两碗纯菜没给你们白做。啊。哥，啊，爸要娶秀姨进门了。啊？哎呦，哎，你看看啊，还是没屏住吧？哎，素英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我说错了？那倒没有。哼，这人来人往的，弄堂里闲言碎语已经够多的了，这下可好了啊，弄进家里来了。那怎么能叫弄进来？那好歹也叫娶进来是吧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那个女人命很硬的，身边的男人都要克死掉的。行了，你说话别这么难听。那我看子白哥挺好的呀，你看人家秀姨生的儿子，我觉得蛮好的。哟，你子白哥好呀，那你就等着看吧。哎呀，会气死我！快走了，护国，以后啊不要来了。爸，您说您。没事呢，有我们呢。对，爸，我也支持你。我怎么生了这么个儿子？苏英，你看这好端端的，走这么快干嘛？哎，你爸脑子是不是坏掉了？啊，年龄那么大，结什么婚啊？他是发婚吧？爸结个婚，我妈去世这么多年了，没什么不好。好啊，哎，那邻居闲言碎语怎么说的？你听到没有啊？我们洋装铺的生意要不要做了？这跟关生意有什么关系？怎么没有关系啊？我们的顾客都是什么样的人啊？那都是社会上有层次的人，让人家知道了，我的脸往哪放啊？再说了，你爸爸嘛，年龄一大把了，还要想女人啊，丢死人了，真的是不要脸。苏英，你可以说我啊，不许说我爸。哎呀，周护国啊，你现在翅膀硬了是不是？你敢跟我顶嘴啦？我这么说话怎么了？你爸就是不要脸，就是不要脸。苏英，我告诉你，从你进门那天，你就看不上我爸，看不上我妹，包括看不上我。你有什么了不起啊？你看不上我是吧？好呀，铺子散了，家也散了吧，都不干了。哦，高桥先生来了，请坐。我想，昨天我的秘书长应该把话跟你讲得很明白了。3点意见：第一，缉拿凶犯；第二，保证不再发生此类事件；第三，我国保留交涉。吴市长，我们一向友好往来，何必如此严肃呢？不是我严肃，是你们日侨在市区里面肆无忌惮的闹事，作为政府，我不能坐视不管了。好好，市长说得好，政府当然不能坐视不管。那么请问，前日伤我僧人的事，又该如何解决呢？这个，
吴师长，其实昨天的事，我们也深表遗憾。我们也愿意尽全力缉拿凶手，严惩不贷。可是，吴师长，你是否也会做出一个承诺，把伤害僧人的凶手抓住呢？高桥先生，不是都给你已经讲过了吗？杀害日本僧人的凶手已经死亡了，多名当事人都已经证实了此事。你怎么还在纠缠这件事情呢？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？僧人被殴打，凶手死亡，尸体摆放在日本纱厂的门口。师长先生，你不觉得这些事情是有人故意为之吗？意图在破坏我们两国之间的感情。凶手死亡，事情就算了，难道贵国就是这样解决问题的吗？生活在一个僧人时刻都有性命之忧的地方，难怪我们的侨民要举行游行了。高桥先生，我也要告诉你，我们昨日已经把日本暴徒7名罪犯也逮捕了。按照我国的法律，寻衅滋事者也是要判处刑罚的。今天正好你高桥先生来到这儿了，那我们就不妨讨论讨论，这7名日本暴徒该怎么处理啊？吴师长，既然你们抓到了闹事者，当然应该交给我方，由我方押送长崎，接受审理。恕难从命。吴师长，实不相瞒，我们现在有6艘军舰在海上，不出3个小时就可以抵达上海。其实，我们的要求非常简单：第一，吴师长就此事进行公开道歉；第二，严惩凶手；第三，做出相应的赔偿；第四，取缔和解散在上海以抗日救国会为主的一切反日团体和组织。吴师长，这些条件你需要好好琢磨琢磨。行きましょう。はい。多亏了你呀，还有咱们英勇的上海市民。这次啊，咱们总共抓了7个日本人，那够解气的。报告，进来。陈峰，2位将军都在啊。工部局把凶手给放了，把人给放了。我也很难理解，现在事态这么严峻，吴市长怎么敢把人给放了？肯定是因为僧人的事儿。凶手虽然是找到了，但日本人肯定不愿意让这件事这么快过去。他们这是存心在找茬。我觉得这件事，如果不是白玉兰做的，那一定是日本人他们自己干的。不会是白玉兰。我在警署的时候，主要就是负责白玉兰的案子，他所杀的每一个人都是汉奸。对啊，白玉兰跟工人纠察队无冤无仇，为什么要把工人杀了替僧人出头？你们说的有道理。随着这次日侨大游行，僧人的事情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。不过，面对这么严峻的形势，南京方面恐怕要妥协啊。一场处心积虑的血案，一场肮脏背后的阴谋，在1932年的上海街头发酵着、酝酿着、蔓延着。
蒙在鼓里的在沪日侨一片哗然，在阴谋者的煽动下，纷纷走上街头抗议示威。日方借此向上海市政府施压，冠冕堂皇地打着保护日侨的旗号，要求增派在沪驻军。同时，日本第1外前舰队司令官岩泽信一的军舰已经准备停靠在黄浦江的码头上。现在上海的情况，大家有目共睹，危在旦夕。日军不断地制造事端，不只是为了挑衅，更重要是要炮制开战的借口。日僧事件就是他们背后搞的一个阴谋。如果一味的回避，不做准备，开起战来，我们是要吃大亏的。文白，照你这么说，是不是有些危言耸听了？日僧事件现在不是已经很明确了，是上海的一些不法的工人分子闹事造成。这说明什么呀？这说明现在上海的社会治安甚优啊。季主任，这方面你要多多的关注。啊，部长，我虽然人在南京啊，时刻心系上海，不过现在整个上海都是19路军在负责防治。再说有蔡蒋2位将军亲自坐镇，我插手不太合适吧？正因为有19路军驻扎上海，这日军才不敢明目张胆地放肆。就应该给他们点教训，让他们看清楚，这到底是谁的天下。文白，要不是19路军之前跟日军摩擦不断，我看呐，双方还是很友好的。我相信国联对此事也会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复。国联？现在的东北已经成了日本人的采矿场了，这国联调查来调查去，给你一个什么样的答复了？以和为贵，避免冲突，这是委员长的指示。我等还是以党国的大局为重。柯部长，您的指示？你们都知道，上海是我们交通、经济、外交的重要枢纽，所以不可以再生事端。你马上安排一下，命令第6宪兵团和19路军5日之内进行换防。是，部长。高部长，我认为在这个时候让19路军离开是不合适的，相反，应该给他们拨一批军火，防患于未然。文白，你也知道，现在上海暴乱不断，让19路军换防，也是给日本人吃个定心丸，让他们早点消停消停。这上海如果没有军队，没有军火，一旦开战，我们该怎么应付？张将军，知道你是久经沙场的老兵，对战场十分热爱。你放心，一旦开战，一定让你率兵前往。你看怎么样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季主任，话说的过分了。文白啊，不过季主任说的也是事实啊。这是军政部集体讨论研究的结果。国将不国，国将不国。各位，刚刚接到政府的命令，要求我们和宪兵第6团换防，要求我们撤到南翔重新布防，大家怎么看？此时此刻，上海势如雷乱，黄浦江上又开来5艘日舰，战争一触即发。此时此刻，我们怎么能够撤离上海呢？是啊，不知道张将军那边怎么说？一旦打起仗来，是不是会给我们支援？张将军主张积极应对日军挑衅，可是我们弹药不足。那日本要侵犯上海，我们总不能拱手相让吧？弹药问题，我想张将军自有解决的办法。
我军将士守卫家国，当严密备战，以尽军人之天职。如果日本军队胆敢进犯我军驻地，各部务必歼灭之。是。吴市长，请问政府对日方提出的4项要求打算如何回应？吴市长，您对19路军换防一事怎么看？各位记者，上海是我国的经济中心，长期以来，为了稳定上海市，我们一向以和平应对、避免冲突为主要方针。所以这次19路军的换防，我们也是基于这点考虑的。这不行，你在日本打的不行。那吴市长，如果日本不顾一切继续骚扰，我们将如何应付呢？好，安静安静，大家请放心。关于这点呢，中央政府早有命令，如果有人敢于侵犯领土内地，那我们断然采取正当防卫。吴市长，如果19路军撤走了，那么谁来保护上海市民呢？对不对？对呀，谁来保护我们呢？那吴市长。哦，好。刚才我已经说了，中央政府有命令，我们上海市政府呢也是有措施的，所以我希望通过你们这些记者，向上海市民转告，只要我们市政府在，上海市民会有安全保障的啊！我还有很多事情啊。吴市长，市长汇报，还会给大家安排时间的啊。好，各位记者啊，你们请先回去，我们会改天再另外安排时间给大家采访。好。先回吧，大家先回吧。进来。将军，这是军官培训计划书。放着。将军，是不是军火上面不给批？19路军这批军火，他们拨也得有，不拨也得有。实在不行，我们自己想办法。你去准备一下。备车。是。号外！日本人暴动案情依旧严峻。号外！号外！日本人暴动案情依旧严峻。号外！号外！堂主，今天日本领事馆来人了，报了我们后天的场子。您说，都是些什么人？应该是日本军方的人。这2天黄浦江上的军舰是越来越多了，如果是军方的人的话，会吗？你去查一下是什么体系，我们再做安排。好。月下荒无人烟，只剩旧照片，还有睡不着的
的思念，空气中飘过的悲欢，从远处看红白相间。如果时钟反转，我们重逢相见，记忆的光环那么耀眼，什么都可以重现。我们是否坚持不变？哦，等待就这样默默地等待，默默去爱，让时光记载一切。家人。